乌克兰南部战场再现绞肉机，20余万人在此进行激烈攻防战，普里戈金一语成机，乌军果然按照他的猜想，出动7万兵力进攻巴赫穆特，现已兵临城下。位于巴赫穆特的俄战地岌岌可危，面对乌军猛烈的反攻行动，俄军王牌司令却想回到后方休养，军方高层一怒之下将其解职。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正题。自6月初乌军发动反攻以来，乌军在扎波罗热至南顿涅茨克一线对俄军发动了大规模反击。但是呢，乌军在付出一定代价之后，总体突破却并不大，只是向前推进了几公里。要知道，俄军在扎波罗热至南顿涅茨克一带已经经营了1年多的时间，建立起非常完备的防御工事，一时之间乌军难以啃下这块硬骨头。战场讲究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既然这边打不穿，乌军也不打算继续耗着，不如选一个更好打的。于是乌军又将目光瞄准了巴赫穆特，因为俄军占领这里也才1个多月，历经10来个月的战斗，巴赫穆特城区早就变成废墟了，所以俄军想要在此建立像样的防御工事，存在着不小的困难。再加上驻守巴赫穆特的可不是瓦格纳，而是战力孱弱的俄罗斯正规军，其中只有少部分空降精锐，大部分都是普通步兵旅，兵员素质并不高。最主要的是，巴赫穆特是瓦格纳打下来的，普里戈金兵变更是闹得沸沸扬扬的。目前俄军在巴赫穆特集结的战斗群包括5万兵力、300余辆坦克以及140门火箭炮，并且还不断从其他地区抽调兵力和装备，来加强巴赫穆特的防御。为了在巴赫穆特持有足够的兵力，俄军要么从南部战场撤离，要么选择从赫尔松或卢甘斯克抽调兵力。但这2个地区可能会因为抽调太多兵力，从而出现严重漏洞。巴赫穆特这座城市对俄乌双方来说有点重要，但不是特别重要，更像是俄乌双方的一种象征。虽然夺回巴赫穆特不一定能对乌军反攻带来多大正面影响，但至少在某些方面能取得巨大效果。巴赫穆特是被瓦格纳拿下的，还是今年俄罗斯唯一拿得出手的胜利。俄军一旦丢掉巴赫穆特，意味着今年所有的胜利都付诸流水，对俄军的士气和心理打击可想而知。同时，俄罗斯国防部与军方也将被打上无能的标签，甚至会动摇民众对克里姆林宫的支持。果然，还是老对手普里戈金更了解对方啊。乌军确实按照普里戈金猜测那样，从巴赫穆特2翼路线发动进攻，截至目前已经打开了第3个缺口，这使得俄战地克莱谢耶夫卡有点岌岌可危。对于乌克兰夏季反攻计划来说，扩大控制区是其中重要目标。想要收复巴赫穆特、苏勒达尔地区，这个地区一直处于双方争夺控制的焦点之一。目前，乌军已经在巴赫穆特南部的尔久米、克莱谢耶夫卡、马林卡以及阿瓦迪夫卡等地形成了一条战线，从多个方向进攻巴赫穆特侧翼，希望能在瓦格纳缺席的情况下一举夺回巴赫穆特。这就意味着克莱谢耶夫卡和别尔霍夫卡2处战略要地可能会成为乌军首要目标，为此发动了多次进攻。俄军虽然击退了攻势，但无法像瓦格纳一样采取灵活多变的战术，这就导致俄军攻防显得比较呆板。面对攻势灵活多变的乌军时，难以发挥自己的优势，从而落入了下风。这2处要地一旦被乌军夺下，巴赫穆特将处于乌军炮火的有效打击范围之内。为了应对乌军，俄罗斯只能不断向这个方向增兵，但俄军基本处于全线被动防守的状态，攻击端毫无作为。一旦俄军丢失重点区域，必会激发连锁反应，甚至重现哈尔科夫大撤退，导致巴赫穆特、索莱达尔等地相继失守。当前乌军的打法就是避免与巴赫穆特城区的俄军守军硬碰硬，乌军采取围而不攻的战术，然后调集精锐向侧翼制高点不断推进。一旦彻底掌握巴赫穆特周边所有制高点，那么乌军炮兵火力就能发挥作用。要知道，被困在巴赫穆特的5万兵力对俄军可不是小数目。有资料显示，俄军目前能出动的全部陆军只有24万人，
为了维持在乌克兰战场作战，俄罗斯不得不大量征兵，同时签署合同兵与雇佣兵。一旦这5万兵力出了问题，俄军大伤元气不说，搞不好还将改变俄乌冲突进程。7月10日，乌克兰国防部表示，乌军已经基本控制巴赫穆特周围主要战略高地，近些天一直对俄军在巴赫穆特的出入口和行进路线进行火力压制。7月11日，乌克兰独立通讯社表示，乌军在巴赫穆特附近击败车臣安全部队，造成车臣数十人死亡，并撤离阵地。截至目前，乌军已经在南部前线收回近200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巴赫穆特周围夺回了24平方公里土地。当然，乌军夏季反攻也并不顺利，甚至在某些方向损失惨重。前段时间，乌军在付出惨烈代价之后，占领了拉博蒂诺东北部。俄军利用乌军建立防御工事的时间节点，发动了猛烈反击，使得乌军损失不小，只能选择向奥列霍夫方向撤退。在7月12日上午，乌军曾出动3个突击小组，试图进入灰色地带的皮亚季哈特卡村，但遭到了俄军炮火袭击。在进行一系列正面进攻失败后，乌军第10军第118旅便选择换条新路线继续进攻，希望能绕到俄军大后方。结果被俄军发现了，遭遇炮火袭击的乌军只能选择撤退。随后，乌军连战术群又开始了第2波攻势，但重复了第1波的命运，依旧遭到俄军炮火打击。之后的进攻同样失败了，最终以失败告终。而在东部，乌军另一支部队同样进攻受阻。在多次进攻以失败告终之后，乌军选择重新集结，恢复战力，转而选择向托克马克方向发起新的打击。在南顿涅茨克方向，乌军通过调动后方的第36旅第501营的预备队，来加强其在村里掩体中的兵力。乌军第31旅和第36旅的独立突击分队也试图在巴尔卡格鲁舍瓦附近的森林地带站稳脚跟。第35旅的部队已调往那里增援。同时，为了阻止俄军在该地区突破，乌军还在大诺沃塞尔卡地区部署了多辆步兵战车以及几组外国雇佣兵。与此同时，经过媒体证实，美国援助的集束弹药已经抵达乌克兰战场。乌克兰12日宣布，打算在南部战线升级，明确了使用从美国那里获得的集束炸弹的地理范围。泽连斯基表示，这些援助的集束弹药只用于自卫，适用范围仅限于被俄罗斯占领的土地。这次反攻受阻的原因，相信各位都比较清楚，那就是俄军经营大半年的坚固防线，乌军难以迅速突破俄军地雷阵，是前期反攻失利的重要原因。而刚好美国的集束炮弹在面对这些防线与阵地的时候，集束弹药反而可以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尤其是对付俄军的壕沟阵地。最重要的一点是，美军储存的集束弹药太多了，库存至少有上百万枚，所以这次一出手就援助了10枚，专门用于打击俄军阵地地雷和防御战壕，并封锁俄军后勤补给线。按照俄军的说法，乌军目前已经利用集束弹药轰炸包括顿涅茨克市在内的顿巴斯地区，包括扎波罗热地区的托克马克市。这座城市是俄军重要的交通枢纽，还是有公路和铁路的交汇点，大量俄军后勤物资都是通过这里运输到顿巴斯其他地区。乌军选择在这里使用集束弹药，是想要迅速取得战果，然后沿着铁路和公路推进，直逼梅利托波尔。集束炸弹的广泛覆盖范围可以有效削弱俄军的防御体系，无论是坦克、防空系统还是军事基地，都将面临来自空中的毁灭性打击。集束炸弹的强大杀伤力可以摧毁俄军的装备和军事设施，使其陷入无法补给和作战的困境。最重要的是，集束炸弹的使用将有效地瓦解俄军的士气和战斗力，给乌军争取更大的优势。而在这个时候，俄军王牌第58集团军换将了。这种临时换将的事儿，俄罗斯可是干了不少次。临阵换将乃是兵家大忌，这一幕不知道在俄军中出现多少次了。最近，俄军第58集团军司令波波夫被高层下达了解职命令，原因就是波波夫向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提交了一份报告，表示第58集团军缺乏反炮兵火力和侦察装备，导致在战场上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所以波波夫就向高层提议，希望能让第58集团军轮换休整。然而这
一举动触怒了俄军高层，外界猜测是因为波波夫的言论在动摇俄军军心，并且波波夫还想直接对普京进行汇报，有要挟总参谋部的嫌疑。作为俄罗斯武装力量中编制最大的集团军，第58集团军的组建时间并不长，但凭借着7万兵力以及在车臣战争和俄格战争中表现出色，长期被认为是俄军王牌部队，历任集团军司令也都被视为虎将。在乌克兰战场，第58集团军同样被寄予厚望，部署在赫尔松与扎波罗热一带。在乌军夏季反攻行动中，南部战线是重点目标一直，乌克兰上下都希望能突破俄军在南部设立的防线，而第58集团军就是负责这道防线，其重要性可想而知。从战场最新情报来看，乌军之所以难以撕开第58集团军的防线，是因俄军布下的地雷阵和航空兵优势起到了作用。但即便如此，俄罗斯守军面临的战斗烈度依然是巨大的，所以波波夫提出这样的提议也是情有可原的。但站在格拉西莫夫为代表的总参谋部的角度来想，在乌军猛烈反攻的情况下，如果让俄军一线部队进行换防，很容易出现战线缺口和薄弱区，让乌军得以突破，甚至有可能让俄罗斯整体防线就此破碎。说的再严重一点，波波夫此时想要进行换防，很可能被俄军高层视为动摇真心。但真正激怒俄军高层的原因，火力军猜测是波波夫想要越级汇报，直接找普京进行谈判。尤其是在瓦格纳兵变刚刚结束的情况下，波波夫欲越级汇报并见面普京的举动，即便波波夫没有带兵回到莫斯科的想法，但也会被总参谋部视为犯上之意。刚处理一个普里戈金，波波夫有冒头，总参谋部肯定不能容忍的。但无论如何，还是要说一句，在乌军的攻势面前，临阵换将的危险性或并不比部队换防小多少。不知道这是否会对俄军的防御作战构成影响，俄罗斯内部能不能解决，火力军不知道，但北约可是要加强与乌克兰的合作了。随着北约乌克兰理事会的成立，召开首次会议后，北约与乌克兰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了，并且成员国也在宣言中承诺，只要乌克兰小弟不嫌弃我们，我们会一直支持乌军打击俄军的。法国率先亮出大牌，表示要紧跟英国脚步。老弟啊，前段时间英国老哥给的暴风影好用吧？据说最近干掉俄军一个中将，现在老哥我担心你们的暴风影不够用了，也打算给你们提供一批巡航导弹。虽然叫做斯卡尔普巡航导弹，但与暴风影是同一种导弹，射程也能达到250到500公里。在2款巡航导弹的帮助下，想必能大大提高打击俄军大后方的能力。而且这批巡航导弹是从法国军队库存中进行援助的，在数量上绝对有保证。英国也将向乌克兰提供70辆战斗车辆、挑战者主战坦克所需要的数千发炮弹，以及一项5000万英镑的装备维修支援方案。由11个国家组成的 F-16联盟也将尽快在罗马尼亚设立一个训练中心。只要由11个国家组成的联盟将从8月起在丹麦开始训练乌克兰飞行员驾驶 F-16战机，并将在罗马尼亚设立一个训练中心。只有北约国家同意援助 F-16，就能立刻启动训练计划，争取在年前训练好乌军飞行员，年后就能开着 F-16打击俄军了。一旦相关国家同意供应 F-16， 而且德军也敲定了一项价值7亿欧元的援助方案，包括2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另外还有40辆步兵战车与弹药。挪威今年也要加码援助乌克兰，所以北约国家又开始发力了。接下来乌克兰将获得大批援助，希望能帮助乌军进行大反攻。好了，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再见。